我们还有同学不给饭的呢，有2周多的时间，我上厕所的时候都要大把伞，然后手是找女朋友难还是租房难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 Elaine， 我是 Gloria。今天我们这期视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住房的那些事儿。我们从哪儿开始讲起呢？不如我们就先从 homestay 开始吧，因为我发现好多留学生过来的第一选择是 homestay， 因为有本地的人的照顾，感觉家长会放心一点。我呢比较幸运，因为我来的时候就是和我的家人、舅舅舅妈他们住在一起，虽然上学比较远，每天路上3个小时，但是还是很我依然觉得很幸福，毕竟是有亲人的陪伴。对，像我男朋友呢，他就是住在 homestay， 跟他讲就有一些挺奇葩的事情，就比如说他的 homestay 找他借钱。借到最后他走也没有还，他们不借就不给饭吃。那倒没有，人家说你能不能借100、200的，然后说啊我之后一定还你什么什么的，最后就也过分。韩在高2去加拿大New Brunswick交换了1个学期，是冬天的时候，然后你想加拿大东部的雪，1人高的那种，然后他那种他的 homestay 有多惨呢？他要帮着劈柴铲雪，就是每天热水洗澡的时间有限制，不给1分钟，每天就只给他面包吃。挺没事，挺逗的。拍死了。主要是他住的那地儿，就算想自己出去买点吃的，从他家里走到便利店要走1个多小时，在雪里步行。他这个已经还算给饭的了，我们还有同学不给饭的呢。那个同学更惨，是家里 homestay 的主人养了10几只猫，他可怜到跟猫去抢吃的。可怕的是 homestay 你是给人家钱去住在人家家，对呀，违法吗？这个我觉得挺违法的。我之前上学的时候，有一个韩国的同学，他去的时候就没有了解过这个市场价的行情，他的 homestay 的那个钱是别人2倍。然后他还说啊那家人就很好啊，特别好，其他什么都不用再花钱了，还给我做韩餐。后来我们都说，住 homestay 不需要你再花任何的钱了。我住过大概2、3个月的 homestay， 是我刚到维多利亚去读书的时候。我觉得不太方便的就是会有规定你洗澡多长时间，其他倒还好。homestay 也会带我们出去玩，然后给我们科普一些当地的知识啊什么的。我听过一些 homestay 为了省钱就不给学生做肉吃，还得限量，比如说周几这才能吃肉。已经听说过很多个，所以建议大家是一定要提前做好关于这家人的背景调查，或者货比3家，看一看其他之前住的留学生的评价怎么样。那我觉得 homestay 不能做一个特别长远打算，就我个人感觉，如果你成年的话，还是出去租房会更有助于你成长吧。其实住 homestay 还是有一些优点的，你能快速的融入到这个家庭里，而且能快速的熟悉这个语言环境。像我学习的很多日常的这些英文，像叉子啊、勺啊、什么纸巾那种的，就都是在 homestay 的时候学的。作为一个适应阶段来讲，住 homestay 或者是住学校宿舍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大1之后，同学们可能就会从宿舍或者 homestay 搬出来住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聊一聊租房的那些事。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幸运，我租房没有遇到非常奇怪的事情。挑几个特殊的来讲吧，我的房被撬过。我那天在放学回来之后，发现门是开的，然后就锁坏了，那里面就被翻得乱七八糟的。得到几个教训，就是你要买保险。如果你的家里有一些名牌包啊，或者是比较贵重物品，建议你们去买一个这种财产保险什么的。更逗的是，当时我们被撬完了，那大楼管理员跟我们说了一句，这不是什么大事儿，那个顶层3户2户都被撬过。这是在哪儿？麦收烫，就麦收烫天然站旁边那个。我之前在维多利亚租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事情，就是我睡觉睡着半夜，突然听到厕所哗哗那个水声，然后我的卫生间的天花板就在漏水。整整那基本上小半个月吧，有2周多的时间，我上厕所的时候都要大把伞，然后手。但这个你应该联系房东吧？对，先跟大家说一下，租房有2种，一种是你专门找房东这种租1对1的，还有一种就是它整个这个公寓建的就是为了出租的。我当时住的就是那种比较老式的，只有一个大楼管理员，还是一个大概70多岁的老爷爷。就我当时英文又不好，然后你知道，我那时候我就想跟他形容，我那个上面经常滴水，就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。Bathroom umbrella。说到这个房东啊，肯定都会有备用的钥匙，但是法律规定他们是不可以不经你的允许就私自进入你的房间的。他们可以选择来看房子，但是要提前跟你打招呼。我男朋友房东好像就是当时突然就要卖房，让他对。
啊，他就搬了。哇，就这种都是不合法，你都可以告他的。房东是不可以临时决定，因为我自己要卖房，哪怕是我自己家里人要住，都不可以临时的告诉你说你赶快搬出去，这都是违法的。我觉得大部分留学生都不知道，租客享有的权益是特别多的。你租房子都会有押金嘛，我们经常听的是，比如说你租一个房子，你先交半年的押金，房东才愿意租给你，但这个其实都是违法的。房东最多只能收你1个月房租的押金。好多黑心房东，比如说你租了半年，他看房市涨了，就给你涨房租，不是他说涨你就必须要涨，1年之内最多只能涨你1次房租，而且还是在1年以后的下一个新的合同生效的时候才可以涨，还会有规定百分比，对，最多不能超过多少。在房东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的情况下，你不要怕你会被逐出去，因为他们是没有资格这样做的。像 Gloria 自己养了2只狗，大家注意，在温哥华很多的公寓是明令禁止说不允许养宠物，租房之前要看好这个条例，这个不是房东自己能决定的。你租过 house 吗？没有。像韩仔跟几个朋友一起租了一个山上的 house， 我想说，因为和人相处是一门学问。就5个人，刚开始几个小伙伴玩的开开心心的，然后后来就逐渐的因为房子的卫生啊、做饭呀，然后个人的习惯呀、一些糟心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怪癖，闹得就不欢而散，可能租了不到1年就退租了，然后就租了个公寓。我们视频的结尾会提问，一共以为今天拍了几次苍蝇，无奖竞猜啊，朋友们。关于租房，还有要提醒大家的一点，就是在租房前，有的时候房东会对你收入啊，或者你的身份有一些要求，就更喜欢租给已经工作的呀，然后有稳定收入的人。你要保持好自己的信誉。对，自从跟我男朋友我们俩一起住之后，去租房就变得很好租。他们其实很愿意租给情侣，然后就觉得有女生可能会干净卫生啊什么的这种。应该好租房的话，试试看找个女朋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找女朋友难还是租房难呢？还有就是想提醒大家一点，租房的时候最好把每个地方都照个相呀，房租协议里会签一下，比如说哪里有损坏，哪里没有。这样是有利于你退房的时候跟房东捋清楚，有你磕碰的地方，你该赔的地方赔，不是你的原因，你也不能让房东随口一说这个就是你弄的，但其实你刚租进来的时候就有。再友情提示大家一点，这边的物业都像债主一样，你要是触犯了一些各种物业的非常细小的条条例例，比如说你在电梯里垃圾滴了1滴，他会准确到给你截图，然后给你罚款200块钱。大家这些小事一定要注意。我还有就是觉得这边搬家的时候挺麻烦的，就你要约电梯，然后还要交电梯的押金，而且你要同时约2边的电梯，再找搬家公司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，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，也希望大家在外不管是租房还是住 homestay 的时候都能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。大家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请点击订阅、评论、点赞、分享、比心。还可以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下期再见。